好，純軍事消息，今天帶觀眾朋友來關心到是大陸的004航母，現在傳出最快時間呢，就是在明年就會正式的下水了。今天呢，我們會來就細節來看看它的戰力曝光，據傳超過美軍的福特艦。觀眾朋友可以聽一聽我們的評論，並且呢，如果您認為真的有機會超越美軍的福特艦的話，可以在留言幫我們寫下1。如果您覺得說不太可能，可以在留言寫2，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另外一方面，今天還會關心到是日本的鹿兒島這邊現在開始部署了提豐跟海馬式系統哦，難道日本正式成為抗中對於美國來說抗中的第一線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大陸的海軍戰力現在說更上一層樓的原因，就是因為004航母的建造現在說已經完成了70%了，預估年底上基本就可以完工，而最快2027年就會正式的來下水服役了。如果真的開始服役的話，將會成為人類史上最大的一艘航母，戰力现在說更可能超越美軍最先進的航母福特號了。我們趕快就他們的基本小檔案來做一個比較。這邊呢是大陸的004航母，那麼另外一頭是美國的福特號。現在光是看到這個排水量啊，不管是這個水線的寬度、甲板的寬度，或者是我們來看到的是最大馬力、電磁彈射系統、艦載機等等數量，都可以說是超過福特號一些的。那麼等一下就具體的戰力，等一下我們會請專家還有將軍老師們來特別帶我們稍微看一下。那麼我們也從大陸最新播放的2026解放軍海軍的年度宣傳片，這一支是向大洋當中呢，4位核心人物現在在影片當中出現，來對應說接下來是不是這個航母就要服役了呢？因為當時呢出現了這個遼寧的時候，應對的就是確實看到了遼寧號出現。那麼現在接下來最後一位新兵就是第4位，他叫做何健。難道大家就在暗示說，是不是這影片暗示下一艘航母就是何健呢？好，等一下我們都會一起來做一個比較詳盡的分析。以目前曝光的004航母來看，它的規格戰力到哪一種程度，真的可以跟美國的福特號來抗衡嗎？那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有後來居上的可能性比較高。我們可以從幾個地方來看，現在做這些大型的航空母艦呢，中國大陸已經走向模組化了，不是像以前這樣焊接連接起來然後成型，它沒有，它這一段把它出來，這一段就是它模組，那不是像以前的零件化，都零件化，现在是模組化，系統艦、組合艦，通通一起來就速度就快了，不是它以前是有分解動作，現在是組合動作，所以就快。然後第二個呢，它現在是 AI 廣泛運用，那 AI 廣泛運用，現在人工智能下來，人工智能下來有很多事情不要人力，人力慢，人力只有8個小時，但是 AI 人工智能來處理24小時，它也不會罷工，快得很，就交給這個人工智能 AI 來做吧，其他才必要整合的人來做，所以它這樣子變成 AI 跟人力2個搭配在一起，那麼速度會變快。為什麼感到速度會快？美國那做航空母艦呢，那是一步一步來。中國大陸另外一個就它的特色啊，它是跳躍式。你看，尤其在彈射系統，美國是用蒸汽彈射，然後才電磁彈射。中國大陸我不要從來沒有一艘航空母艦是蒸汽彈射，直接電磁彈射了。而且美國是中壓交流電，中國大陸的中壓，因為交流會不穩定，會对系統的精準度是沒有那麼精確。我直接中壓直流，因為直流的它電力是供应速度是非常穩定的，对装備是有幫助。然後可以調電流的強弱来做針對這個彈射系統的彈射飛機的重量所需的需求來做調配，又不一樣。它所以中國大陸不是按部就班，它是跳躍式。直接就彎道超車，直接就不要了，其他就不要，直接要用最好的。第三個，我認為它就是它有前面3艘的經驗，有遼寧號，有山東號，有福建號，各方的艦通通整合在一起，就知道我要做的是什麼樣的航空母艦。這是我第4艘，那絕對是核動力。為什麼？因為核動力它的 power 才夠，電力才夠。如果是一般的柴電的這種傳統動力的話，它的發電量不夠，因為電子彈射要瞬間要。那個我們知道電壓要匯聚到它所需要的這個電壓量，那你這個柴電就會有這方面的限制，但是核電沒問題，而且核動力航空母艦是沒有里程限制，1萬公里、2萬公里、3萬公里都可以，因為它核動力啊，不用帶那麼多的油出去，它就变成為什麼飛機說要100架了，
因為它整個油庫都不用了。一個遼寧號的軍艦要出去的話，那個油將近帶到，包括航空用油還有航海油，帶了將近要1萬公噸。你整個都因為整個要出去，這個都是燒油啊。那現在不用了，這些都省下來，只要帶航空用油給飛機加油就可以了。其他我是核子反应堆、核子反应炉，其他的空间通通省起来。那這樣我可以存放更多的飛機。那我這樣的話，是不是变成事半功倍？更一艘航空母艦可能就抵以前的1.5艘，是這個樣子，它戰力才增加了。是。那我知道中國大陸這種前瞻性，它有在這邊做思考，而且它又有經驗的匯聚，才会造成现在它这个造艦的速度，總感覺到一般人感覺到好像感覺到比較快，是這個原因在這個地方。好，我們現在看到這個004航母哦，相較於美國的福特號，非常有極大的可能可以後來居上。那另外一方面也有模組化的這種發展，讓它的造艦速度非常的快。當然，連美國軍方都自己承認說，已經對美國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那川普另外一方面，他說他想要造這個川普艦嘛，他說呢，1年要造1艘。但是大家還記得嗎？他前陣子才撤換掉這一位是海軍的高層，因為他不滿說你這個造艦的速度太慢了。那這確實是美國現在內部很大的一個問題。那有沒有可能川普艦如川普所預期的每1年造1艘？那苑老師怎麼看？這個川普這個人呢，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樣。一般人的話呢是日新月異啊，力求進步。川普的話呢是力求退步啊，這個感覺不一樣啊。首先的話呢，我們這個軍人雖然我沒當軍人哈，但是我們男孩子都喜歡看戰爭的歷史。大家都知道大和號跟武藏號是怎麼成的嘛？那就是戰艦嘛。戰艦為什麼成的？大和號一出來的時候，那個航空母艦在上的那個艦載機噼啪啦攻擊，而且打沉了啊！這個就是這個故事嘛。我不太懂啊，但是我不曉得艦載艦在面對航空母艦還有什麼這樣的功能啊？這是第一個嘛。那另外的話呢，這個川普這個人呢，他是要錢財也要面子啊。那這個事情的話，什麼都要搞上什麼川普級啊。你說這個不是說這個船1艘而已啊，就整個這個級都叫川普。你說川普名字都在美國到處出現。現在你到紐約去看個藝術中心，原來是甘乃迪藝術中心，現在變成川普甘乃迪藝術中心。你現在的美國人拿到了護照，明年開始拿的護照，最後一頁，哇，川普好大個像，這感覺很不吉利，你知道嗎？啊，這很奇怪，就不喜歡這個人啊，你不能說他不認得總統啊，對不對？所以說，我覺得這是第二個問題。你這個船的話呢，通常你看大陸很好，去用地名來取嘛。對不對？就是什麼用省名，就是叫這個航母嘛，對不對？然後這個004要是哪個省，大家在爭取，那這個沒有牽涉到個人嘛。那現在川普級這個戰艦原來這個落後的概念。然後第三個的話呢，我是覺得說那個美國的航母等等，你剛剛做這個福特講的哈，那個電磁彈射啊的比較，這不是有沒有的問題，是管不管用的問題。那個川普本身的退步啊，就有一次發脾氣了，這個電磁彈射不行，要改為蒸汽彈射，但是他們覺得不敢講，為什麼？那蒸汽彈射老早就已經公司都倒閉了，要是美國沒有了，那你的艦載機不能彈射，那電池也不行啊，電池因為它的那個保障的那個牢靠率，那個 reliability 不行嘛，對，不可靠。那另外的話呢，就是要靠什麼呢？就要靠回到蒸汽彈射，蒸汽彈射有設備又沒有裝，所以我覺得福特艦本身一出來還沒出來，福特號好像就問題一大堆，對不對？所以說呢，這個大陸這邊的話呢，就是說在這個幾個步驟，這個航空母艦啦，配合無人機啦，配合超音速導彈啦，這個整個海上的力量是有計劃的。而且呢，我覺得最重要的，相較於川普目前的發展來講，大陸是追求進步的，軍事上的科技進步，人員上的進步，另外的話呢，設計裝備啊各方面的進步，對不對？004完了，還有005啊。對不對？這是核能這個發展，從遼寧到這個004，就可以看得出來它進步的過程。好，剛剛我們比較的是這個中美之間在海上面的一個軍艦上面的競爭，那我們也同樣來看到的是，那有關於飛彈跟火箭系統哦，現在中美哦其實也在比拼當中，尤其是外傳呢，美國跟日本接下來會一起做更加大的合作，包括了6月份跟9月份會有不同場的大型聯合軍演，6月份這一場叫做勇敢之盾，那麼9月份這一場叫做東方之盾，美軍呢在另外一方面還計劃現在呢即將要在日本的鹿兒島這邊來部署提豐跟海馬式火箭系統，那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他們上面其實是可以裝，包括了提豐放的是戰斧巡弋飛彈，射程160公里，具備對海對地的多重能力打擊，海馬式射程約落在300公里，現在看起來都是對準中國大陸而來的。厲將軍怎麼看？那我先介紹一下什麼是提豐系統哈，它是2種飛彈組合在一起，一個是戰斧型巡弋導彈哈，
這個戰斧型巡弋導彈射程大概1600公里。那它速度是亞音速的，它主要是攻擊形式的一種武器哈。是。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標準6型的，標準6型是防空飛彈，也就是說，如果說你要對這個系統攻擊的話，它也有自己保護自己的能力，所以這套系統是有攻有守。那它強在什麼地方？它可以很快速的機動變換陣地，就是說我如果這邊發射完以後，我可以迅速變換陣地，讓你找不到我位置啊，沒辦法對我實施反擊。這是提風系統。那第二個我們講海馬式系統，海馬式系統通常有2種的這種彈藥，第一種就是火箭彈，它如果說裝那種火箭啊，沒有導引的火箭，可以一次發射6枚，齊射可以6枚一起發射出去，但是它同時也可以。發射美國的陸軍中程戰術導彈哦，它射程就到300公里。可以說這2種武器，不管是提風或者是海馬式，都屬於攻勢武器，就是它是可以攻擊的。那美軍這次很明顯的哈，它這個其實不只是6月份的勇敢之盾，9月份的東方之盾，事實上我們這個月初，他在跟菲律賓也搞一個肩並肩的軍演。肩並肩軍演地點就是在呂宋島，就是巴士海峽的南端那個位置，所發射的武器也是海馬式，也在這個地方部署提風系統。所以這一連串你看下來，很明顯的就是在借着第一島鏈想要封鎖住中國的海軍，讓他不要出第一島鏈。那這很明顯的美國這個舉動跟中國我們剛剛前一段哈，這個張將軍跟苑老師所講的這個。大陸它這個準備建造最大的航母啊，這個004航母來講的話，中國在發展海權，那美國急於將中國的海權堵在第一島鏈之內。那我們來看一下這2者有沒有可能如果說真的是一旦發生軍事上的衝突，到底誰有機會獲勝？這個美國可不可以如願將借着這幾次在日本跟在菲律賓部署這些飛彈系統，可不可以有效把中國的海軍封鎖在這個第一島鏈之內？我覺得是很難的了。我們現在看到現在最新的一個訊息就是中國的遼寧艦已經西出太平洋，在那邊演練了，而且這次西出太平洋遼寧艦，你知道它帶了什麼飛機嗎？極可能這個央視已經官宣了，它可能會放飛殲35，哇，那就是一件大事了。遼寧艦我們都原來以為它是殲15戰機的，結果這次出去它官宣，它用一個問號。但是我想說，既然是央視，就一定是板上釘釘的事情。那你想想看，遼寧艦都可以放飛殲35，那後續來講的話，004航母如果成軍哈，然後這個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覺得美國會在這邊跟日本搞這個演習，真的是急了哈。他急於將中國封鎖在第一島鏈，因為如果說中國以後我們不管是004航母，它是核動力的，西出太平洋，西出第一島鏈之後，就像是龍入大海一樣，你就根本就擋不住。你知道中國除了004航母之外，它還發展什麼武器嗎？最新的一個訊息，大家都注意到航母，但是知不知道，中國現在正在建造一艘更大、全世界最大的一艘的這個奶媽級的補給艦，有6萬噸級，等於跟航空母艦一樣大了。遼寧號也不過是6萬噸，它造的補給艦已經到6萬噸，有這個6萬噸的航空這個補給艦。那我想對整個，它就不是對004航母實施補給而已，它對整個艦隊都可以實施補給。那你想想看，如果說有004核子動力的航母，再加上有這種6萬噸級的補給艦哈，然後如果說到了出了太平洋，我覺得這個美國根本就擋不住。所以你想借着這個武器系統部署從日本一直部署到這個菲律賓，想要堵在第一島鏈之內，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了。因為中國也勢必要西出太平洋，因為一個國家它如果說要強大的話，它可能要確保它自己海運的安全嘛。我們看到，不管是在第一島鏈或者南海，甚至於它未來如果說有核動力，有6萬噸級的核子這個補給艦，它可能甚至於到印度洋去的可能性都很大。所以美國想要在這邊部署這些這個武器系統，我覺得要擋住中國的發展，確實是不可能的事情。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